4、3、2，我有片头15秒，1 Q 片头 play。练习就为了等待一个机会，争取代表队的资格就在眼前。你准备好了吗？5、4、3、2、1 Q。属于台湾冰石湖界的盛会哦，我们的冰石湖114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5月27、28连续2天，经过了从预赛到决赛这么多的较量，总算要来到这个所有赛程里面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混双的双人组 Mixed Double， 我们看到的会是台山队对上圈力这样的组合。那讲评工作依旧是由我董静桥以及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搭档的是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的教练级裁判田嘉文裁判，来跟我们一起观赏这场最终的压轴战。其实从这个5月24号、25号先进行了红道杯，然后进行了1天的休兵，27、28再来进行国手选拔赛，所以其实连续不能说连续哦，但是密集的这4天的这个冰石湖的活动，可以算是台湾1年1度最密集的一个盛事这样子。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哈，在这个冰石湖爱好者看了这个4天，因为这4天的比赛我们都有带来转播服务，所以如果大家都有随时看的话，其实应该是过得非常充实的这个4天的冰石湖比赛啊。那我们觉得这一场比赛的较量后呢，也会确定今年的国家代表队选拔3个项目，公开男子、公开女子跟混双最后的代表。而混双现在还有悬念，而公开男子组稍早是由台山队击败了新竹科领，获得了资格。是。而在公开女子组的部分呢，是由冰上小女子击败了台山队，对，获得进那个代表的资格哈。所以就看这个混双这边会不会有变数。双方的混双搭档圈力，我们就叫他们陈李组合好了，就是有2位选手的这个姓氏哦。陈志伟搭档李明杰，他们大概2个人开始认识很久了，但是开始搭档组合配合1年多，还不到2年的时间。今年也都是这个参加的项目等于是比好比满哦。对，志伟刚刚稍早的那一场下午5点的转播，我们才刚看完他男子的初赛，然后他搭档的明杰也是冰上小女子的成员哈，所以他们都是4人团体赛跟2人的都有报。对，那在台山队这边就比较单纯一点，刘柏凯Brandon 教练跟 Amanda 周怡轩教练也都是台湾我们这个代表冰湖的老面孔了，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冰湖界的大前辈。那他们2位是只打这个混双，对，只打混双这个项目。比赛会进行8局哈，看8局的累积下来，谁可以多拿下一点分数，可以获得选拔赛的青睐，代表我们中华队来出赛往后的这个冰石湖 curling 这个项目的国际赛事。好，现在双方除了原本的定位湖在大本营之外哈，现在大部分的4颗湖都是在前方的自由防守区。我有过线，有过线，哇！所以你看，刚才
明杰的刷冰哦，很用力，确实也取得了一个好的效果。有刷有希望。哎 ，Brandon 教练这一颗轻轻发生一个 kiss， 亲吻一下哈，没有移位太多。但在前方的防守阵型哦，哇，现在门神排战，能进攻中线的空间不多了，对，那个是一个窄门哈。当然，其实因为台湾的冰壶圈很小啊，那再加上早期其实推广的力量哈，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华侨选手先从国外有这样的资源跟他们的技术跟观念哈，慢慢再带回到台湾，所以包含现在场上的 Brandon 教练，还有稍早在男团出赛的我们的体力教练哈，其实可以说现在我们冰石湖参赛绝大多数的选手都是这2位教练或多或少带出来的，没错。所以圈力组合哈，即便他们是这个 Brandon 教练现在在场上决赛的对手，但是他们的教练其实就是 Brandon 教练。对，没错。所以其实真的都是。等一下也可以看教练席，那个体力教练就坐在那个台山队那边，教练没错。所以哈，其实真的。等于是一个带一个，也是靠大家这样子不断这么多年来啊的推广哈，然后让更多人认识，进而爱上来参与冰石湖这项运动。哇，这球 curve 的角度非常的优雅缓慢的，然后在中线再形成了一波防守。好，2位选手沟通完之后，现在李明杰要直出。哇，感觉进得了门吗？发生了碰撞之后，2颗撞击。好，剩下台山了。好 ，Brandon 教练要求哈，透过这一颗蓝湖的撞击，用一个 kiss 的方式，看可以把前方的这个防守湖 promote 到得分区。哇，看起来会撞到绿色哦。结果是撞到了绿色。好，那这样子就是圈力的 lucky ball 哈，lucky ball 对，这个对方把他们的湖给撞到了得分区，所以第1局反而是成立组合率先开张。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刚刚在稍早的男团也是屡见不鲜哦，甚至有这个4分的机会，结果最后让对方得1分的状况。对，当然选手们本身都很熟悉啊，对，所以大家也很珍惜这个
一年一度的国手选拔赛，来自全台各地甚至有不少的是海外的华侨选手，特地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回来台湾比赛。就是这一颗被宜轩选手给撞进来的绿虎。好，在混双的部分，因为两位选手分第一棒跟第二棒，第一棒选手会负责投掷第一壶跟最后一壶，然后第二棒选手负责中间的2、3、4。那以棒球的这个概念来理解呢，就是第一棒就有点像是先发投手兼终结者，然后中间的这个3壶呢，就是这个布局投手的概念。说到棒球场上的陈志伟选手啊，他其实本身现在服务于北投文化国小，本身就是一位体育老师，教体育的，然后是运动专项蛮多的他的第一专项其实是打棒球，然后冰壶是他的第2专项，对。好，李明杰投了一颗 guard 防守，然后这场比赛的固定壶的位置，他们本身在前方就可以设定一个 guard 了，所以他们现在是2壶在保。轻轻的进垒，选手来沟通只是在大本营的明杰，只是对方的2颗得分壶是平行的。那陈志伟选手回应到没差，因为2颗他都打算陆续攻击先把1颗给摘掉，完成一个 take out， 留下原始的固定壶。这颗就比较难打一点，因为前点有2颗防守壶好，布仁教练这1颗要设定在6号的位置。他在极限前就不要特别刷到后面去让他停在极限前。一样目标那一颗。目标要打这1颗的话，感觉 curve 的角度要够蛮考验这个冰壶待会的移动轨迹的。
那个曲球的绕行角度要够大，好，现在应该可以击到这一颗之后发生碰撞，啊，可惜没有办法往内绕。哇，现在中线防守3颗，3连星哦。这一局中线真的不好走，所以选手们现在尝试左右，看可不可以送一颗，对，送一颗变化。因为台山队也不打算对前面那3颗做处置了哈，一是可能会浪费很多球，二是他们因为有 hammer 的关系，后手之外还有本来就有一颗固定的球在里面，所以有1分固定暂时的保底分。啊，这个球没有多带哈，很快就出手，力道给的也大，爽！哇，差1点，但想法是好的哈，想通过这个 kiss 球去把送对。对前方的防守阵型做一些破坏哈，但是因为3颗距离太近了，所以即便发生了一些位移，不会移动太多，顶多就是从中间稍微再往右带开一点，但是对于中线的保护力还是蛮够的。所以双方中间的布局投手啊，丢了那么多，大部分都是形成了防守弧的状况。好，李明杰最后1颗投出，哇，想走左方这个大空，然后看可不可以透过刷冰，对，好，停留在前点的位置哈。那这一局如果没有其他的弧能够再进到大本营的话，那就会是台山队可以收下1分。对，靠着固定弧。但2位资深的选手应该是，反正还有 hammer 的机会嘛，做一个尝试，推轻巧一点哦，走中间的通道。哇，看起来是有机会哦，有机会哦，绕过去，轻轻，哇哦，轻轻的绕过去，但是对，但是是一个有危险的尝试，是，光是能够绕过去哦，就很不错了，穿越了那2颗球。好，那靠着这个基本弧的保底，这样子第2局，台山队也加1分，双方现在前2局打完是1-1的状况。
这4天从红道杯再到国手选拔赛，哇，我们转播团队也是和大家有转播到的就10几场了。那其实赛会这么多进行下来，也是蛮多场次的，所以选手很辛苦。对，当然我相信大家也都很辛苦。对，我相信他们都很乐在其中哦，因为其实台湾能这样子聚在一起打冰石壶比赛，尤其是这种都是有机会来角逐国手资格的最高水准的场面不多哈。所以既是比赛，也是以球会友，就是大家珍惜能够一起交流的经验，对。好，台山的第一壶，把自己的那一颗盖儿先打掉。看起来力量不够。可惜哈，如果力量再多一点，或许是一颗有效的保护球，但力道打得不够。好，现在是一个门户大开的状况，所以台山这边能够选择的方式就挺多的了，看是不是要把中心的那一颗给 replace 掉。哇，非常的正的，而且开始往左旋了，哇，有机会。对，这是一颗带 curve 的，哇哦，完成了撞击，哇，好，那把得分的优先权抢过来了，丢的是很有水准。在冰上跑要小心哦。其实这2天的转播也陆续有一些选手在冰上移动的时候出现状况，对，我们看到会是比较紧张一点。好，这里是要求他在旁边帮忙做计时之外，也要做一个比较长途的刷冰。好，靠着刷冰哈，这一颗绿壶有顺利保送到这个大本营里面，在大本营的蓝环。
啊，台山想靠着碰撞哦，一个力度掌握拿捏得宜的一个碰撞，然后再把中心塞一颗蓝弧之外，看可不可以把那颗绿弧顶得再远一点。好，可能要刷一下。哎，阿美达没有对，轻轻碰，哇，太厉害了，非常巧妙的落点了，刘伯凯选手 Brandon 教练，现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从事的是矿业。他的搭档周怡轩 Amanda 教练也住在温哥华。然后他从事的是精算师的工作。哦，这一颗也是精准打击，把最靠近中心的一颗蓝色给 take out 掉。对。好，现在应该是想要对这颗蓝弧啊做一些保护，不然又会被陈李组合给锁定。哦，这球速度蛮快的哦。到后面有刹车下来，他去 kiss 那一颗。停在了左边的位置。好，志伟刚有喊哦，他也要再尝试一次，所以刚才完成了一颗的 take out 之后，他现在应该要尝试再把第二颗的红色位置的蓝弧给 take out， 看起来是有几率成功的，没有问题。这球刹得住吗？刹得住哎！哇哦，那现在这样的局面对于陈李组合就很有优势喽。他们现在有3颗弧在圈内，并且是握有 hammer 的。好，台山队，看可不可以指出关键的一球。宜轩选手的出手的速度，他的冰壶滑行速度都不快，但是落点都蛮准。他是走一个这个精细操作类型的。壶稍微带一点往右的旋哈，现在直直的比向，直直的往 Brandon 教练要求的方向来。哇哦，好的，哇，可惜哦，稍微偏远一些。确实是有成功的撞击到，但是你比较难掌握撞击之后2个弧带的方向哦，所以总是可能会有一些变数。那这一球的变数就在于撞击的蓝弧最后比被撞击的绿弧的位置还要是靠外的，对，那就位置是破坏掉，但是并没有把圈力组合的得分优势给影响到。好，这一局很重要。目前看起来绿色一定是保底2分啦。那右边的那一颗跟蓝色谁比较近？它应该是绿色比较近一些哈。那这样子，陈李有机会加上这一弧的话，有机会一次开出一个4分的大局。好，看起来蛮理想的。用力刷哦，让他进入到大本营。哇，轻碰，哇，没问题。哇哦，完成了一个4分的大局。那一颗也确认一下哈。对，好。大家都很熟悉哦，在这2颗可能要测量一下。哦，好。
那我先保留一下，把刚才那个4分收回来哈。我们保底有3分，但这个第4分我们要测量一下，感觉好像也是我跟庄老师这2天播比赛第一次出动到测量器哦。应该是转播的部分的第一次，但是现场有测量器，对转播的部分我们好像第一次看到测量器，刚好也跟观众朋友来科普一下我们这个测量器的运作方式，是像圆规一样哈。对。好，我看一下架设好之后，它是量壶的那个内缘。好，看一下，调一下上面的这些器具，然后先把它固定，就量到1颗之后先固定，然后再去碰触第2颗。那如果是有碰触到的话，那就是那1颗比较更近一点。对。那如果是它比较外面的话，它基本上就会不会碰触到，就会直接往过去。对，圆的周。对，这个周长的这个概念哈，看一下，看起来是绿色，绿色有绿色比较近哈，对 ，OK， 好，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出动了一个冰上的大圆规，也让大家透过转播镜头了解一下在这种非常接近的湖，要为了公平性，我们做测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其实就是出动一个冰上大圆规，对。那这样对于撑力组合就实现了一颗大魔，是4分，4分应该是我跟老师也是这2天转播到一个队伍单局能够拿到最多的分数，目前是看到是4分。但约8局的比赛，现在也才第4局而已，等于是上半部分都还没结束，所以都还是有悬念的。好，利用空档，2位冰石湖的大前辈德波凯跟林挺利也是在场边思考一下待会有哪些对策。哇，这球力道不够。现在大本营有2颗蓝色的，志伟因为距离比较远他需要跟在大本营的队友沟通。
那一样，那你过来。好，把队友要上来啊，应该是帮忙做 swapping 的工作。精彩的 Rice 哈，把前方的防守弧顶进到了大本营里面。虽然在距离上是不比蓝弧近，但是先埋一颗在里面，等一下都会有更多变数的产生。混双也是考验两个人的默契哦。目前在世界排名来讲，现在世界第一的混双排名是来自爱沙尼亚的组合，包含澳洲、英国跟挪威，还有加拿大是世界现在积分排名前5的混双组合。而亚洲来讲呢，在第6是来自日本，小穴选手跟青木选手这个组合。Koana 跟 Aoki， 他们是日本的混双，也可以站上这个世界顶尖的位置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这项冰雪运动未来有更多的亚洲好手以及我们台湾的选手能够在国际赛事上表现得更亮眼。好，志伟想先把中间的处理掉哈，对，放在那边，感觉有点碍眼啊，所以他觉得先要来做个攻击。哇，快速的丢哈，看来是对自己的直线球很有自信。哇，这球力道很大，后面要护一下，非常强烈的撞击，听声音就知道，对，像打保龄球一样。当然，选手的这个习惯都很好，他们看到这种快速球移动的时候，都会在后方做一个保护，对，这是避免撞击到那个其他器是，这也是打冰石湖这个场上的礼仪啊，其实蛮多的。我们那个其他器大概是什么材质的？它是一个铁片，对，然后它埋下去之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应该那叫塑胶的，不是塑胶，那个类似轮胎那一种。OK， 一个皮轮胎皮，类似轮胎皮那样子的一个橡胶，应该是橡胶，对，让它选手可以把脚步增加了摩擦力，这样哇。本人教练丢了一颗很好的位置，所以刚才被志伟强力破坏之后，他马上又补了一颗进去哈。那志伟要追击吗？跟自己的老师教练同场较劲哦，其实这也是这个师徒对决，代表教授的徒弟也是很有水准哈。好，徒弟现在再把老师刚才丢进来的那一颗给take out掉，但自己的这一颗看起来也没留住哦，也没留住，所以带走了老师的一颗之外，也把自己的2颗，等于是投掷球额外带走了2颗，一颗是对手的，一颗是自己的啊。本人教练已经是参加了3届的这个亚洲冬季运动会的
3朝元老了，在冰石湖这个项目。不过也因为陈李组合现在在分数上有蛮优势的领先哈，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不急着要得分，他们其实可以选择去破坏掉对方的得分，做防守局。这球选择不刷的话，力道有一点弱，对，但是在环的外围形成保护。刷的话可能有机会进去，但是保护也可能也在他们设定的一个范围内，可接受的一个范围内。好，目前大本营的位置，蓝湖是有优势的哈，所以阿曼达希望再丢一颗加分球进去，但这一颗要走一点炫，还是用 promo 的方式呢 ？promo 的方式就是撞击之后，哇，但没办法，力道不够，角度也不对，好，那这样子投完之后，这一局的分数最后是1-0，对，台山队再加1分。好，那这样子在双方的前4局打完，我们赛制上会有一个5分钟的小休息，对，观众朋友可以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持续看这2天转播的最后一场压轴场次，混双的冠军战。台山队能不能这个强势的追击上去，还是陈李组合能够继续保持优势，击败他们的这个老师队伍呢？我们待会回来为大家揭晓。
好，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今年的国家代表队选拔赛2天的赛程的最后一场压轴，好久陈瓮迪的一场比赛哦，台山队对上成理组合的混合双人组决赛，双方前4局打完是形成了一个2-5的状况哦，台山队现在是稍微落后的情况。啊，这球带旋的角度蛮大的，正在顺时针，哦，哇，设定的不错哦。刚才志伟就跟他喊要一个压线，那虽然超过线一些，但是也差不多有完成大概7到8成的完成度。今年台山队的刘柏凯跟周逸轩才代表我国去参加2月的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然后紧接着几个月之后在5月又回来参与国手选拔。我们这个选拔的资格可以维持多久？1年，所以在男子跟女子公开陆续揭晓之后，冰上小女子跟台山队的男团都已经先拿下了2张这个国手代表的资格了。最后的悬念，混双的组合。看一下台山队能不能够现在从劣势中靠着2位资深选手的经验，临危不乱的经验，慢慢的再把劣势给缩小上去，还是说成理组合这一队也是由这个 Brandon 教练带出来的这个学生，在今年的选拔赛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击败自己的老师，然后呢抢下混双组合的代表资格其实都还蛮有话题的。是。担任国小体育老师的陈志伟，其实也非常接触冰石湖运动之后，非常投入这项运动哦。他大概1年会出国4次哦。做这个冰石湖运动的自主训练也好，或者是相关的教学也好，那这个费用都是要自费哦。他说，光是每年
要支应这个部分的费用，一季大概去一次，然后1年4次，这样大概也要20-30万。要。好，这边出现有一些小状况哈。Brandon 老师可能他的手可能有一点点受伤哈。看一下老师手上捏着一张纸，卫生纸。看一下有没有防护员来进场。应该医护人员跟防护员应该等一下。确实，因为这项运动，我们也陆续看到哈，其实刚才在稍早的男团这个阿娇摔的那一下哈，刚才我有跟他聊一下，他说没什么事啦，对，还好没什么事。但其实这2天选手这样子高强度的比赛下来哈，也陆续会有一些身体的状况，这无可厚非。对。好，我们的防护员现在拿出了 OK 泵哈，希望帮刘柏凯教练稍微包一下，因为直弧的时候，其实对手指的敏锐，那个手感很重要哈。你要做非常细微的手感的转，所以如果你手有破皮啦或者干嘛，都会影响到那个感觉。好，希望贴了 OK 泵之后，教练不要影响到他的太多的发挥。看起来刚贴 OK 泵的地方是他右手的食指，食指的前端。这球送得太大力。哇，这一球没有办法投进，对，是，那就明杰刷的比较辛苦哈，可惜最后刷了个寂寞，没有送进去。哇，这球也是送出去了，双方都哇，又也没了，怎么？现在成立组合连续的几球都手感上都欠缺一些当然，如果以分数上的领先来讲，确实他们现在的容错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对。但
还是要把握持续把分数领先拉开的机会哈。因为其实3分对于这2位经验老将来说，要追分并不是太困难。好，蓝狐轻轻的往前带，力量不到。碰撞之后，现在前方的防守弧落点也蛮散的，但左边有一颗通道。好，确认一下刚才的这个位置哈。好，最后一颗。Hammer 球的机会哈，没有，他这一刻他就是做一个保守的那个就是毁掉了。可能刚刚的男子赛事是就是把一分稳稳啊，先入账。对，先稳稳入账，不要好。看来志伟刚才有一点阴影哦，因为刚才有一局确实是他们有机会拿下4分，结果因为一些角度的关系最后反而是让对方拿了1分，哇，所以就埋下了败果。但当然这就是冰壶场上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他们现在确实是有打保守仗的这个的可能对，所以这一球就是大家稳稳的去把分数取得跟安全分数。那我忽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刚才那2球都没有投过线。好，靠着这个定位弧再加1分之后现在成立组合是6-2了。他用 power play， 决定要走一个不走寻常路了因为现在局数越来越少了，对，已经来到第6局喽。因为这边选手是站在湖的位置比较不好对所以要远端的选手来帮忙做这个视觉上的调整。当然，我们透过摄影机看是比较清楚我们有这个上帝视角。其实别看这个李明杰这位选手看起来纤细的他其实体能相当不错，他的这个职业是体适能的自由教练，然后他还有在举重对。所以圈里组合都是他们的正职都是跟运动相关的，一个是体育老师，一个是体适能教练，是。带的大力了被明杰刷出去。对。
好，会打到自己的这一颗，但是可以把它 promote 进去，然后进来了，而且比蓝的更近哦。好，这球做得非常的理想。应该刹车刹得住哈，哇！在尾巴，因为位置很远哈，志伟看不到，他跟他呢询问一下哈，在圈内，所以他要对他来做攻击。哇，蛮准的哈，削得到吗？削，拜拜了。英杰也是看到那个角度过来哈，提前跟这颗湖说拜拜了。角度偏差了一些，毕竟很尾巴了，对，你的惯性会随着时间越偏越长哦，所以越后面的球是越难打到的。当然，现在对于台山队来讲，就是每一颗球都要精算一下了，因为现在4分的落后哈，然后真的是要积极抢分。对，所以每一壶都是在判断有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得分效能最大化，这时候可能就可以打得更激进一些了。相反的，圈力就可以打得比较保守一点，偏防这样子。毕竟那个4分的大局真的是很补，对。但有时候你要完成这种4分的大局，你不止自己啊，有时候也是队友要帮你来一点助攻，你才有机会。对。那这就是这个冰石湖之神安排的剧本，就是没有人可以去做预判的。好，现在对绿湖做进攻应该是有点想法，没有问题。哇，漂亮！对，奔人教练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哈，精准的对绿湖做打击。那现在台山队好好把握第6局，有机会，对，有机会哦。他们现在有3环，有3颗在环里面哦，而且距离是分散的。当然，优先一定对中间这颗做进攻了，因为你只要绿湖抢占越中心的话，就可以把另外2个蓝湖的关键给排除掉了。但是要注意哦，现在我们这个局的 hammer 权是握在台山队的手上的哦，所以他们的后攻权以及现在的局面上的冰湖，确实现在第6局是他们一个绝佳的机会。那看看可不可以把握住哈，圈力也要适时的给予一些压力。对，防守湖坐在，坐进来，看一下，哇，很接近，哇，漂亮，2个人都忍不住击拳了哈。
现在看起来还是蓝湖近一点，但是因为这颗绿湖的相对位置的关系哈，他们的这个潜在得分就瞬间只剩1分了，是，原本是3分。对。好，我们再看一下 Brandon 教练会不会有机会再带给我们看一些 nice play 哈。哎呦，相当的不错，对，还是把相当的漂亮，对，把绿湖给排，对，美中不足的就是把自己远端那一颗也不小心带出去，但也没办法，对，也没办法哈。好，那现在我感觉到志伟也有点压力了。刷的非常的用力，哇！最后这一个是洗钩哈，没有办法碰到任何的蓝湖啊，那这样台山队的大局来喽。周怡轩 Amanda 选手要发挥一下他这个数学系的精算能力哈，看可不可以掷出一颗落点巧妙，然后也不用对现在这个大本营里面自己的湖造成影响的一颗得分湖的话，台山有机会在这一局后一次把分数给追平。看一下，有机会，轻轻的带，轻轻的带，哎呦，这是一个投进去的 nice ball， 4分大局加起来，台山队把分数落后的追成了6-6，一口气追回来，哇！所以打冰壶运动你要沉得住气哦，即便落后，但是如果你等到一局是你的局的话，哇！好把握住，那机会啊，永远都会眷顾这个天助自助的人。太精彩了，对。这样双方形成6-6之后，我们的悬念又回到了原点哦。对，啊，两边要再看最后的2局哦，我们还有第7局跟第8局来胜出谁会是今年国手选拔混双的冠军，同时也可以获得1年的代表中华队的混双组合的项目资格，国手资格。所以这次换陈理，对，使用 Power Play 啊，最后因为后面大家都要来做 Power Play 的部署，是，那 Power Play 的话，就是每一队1次的机会，每一队只能用1次。对。所以刚才用的时机是非常教练对非常的精妙哈。你看一用 Power Play， 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变数，当然在里面啦。但是我们以结果论来说，4分大局就是一个，就是选手的选择，其实在那个时机点，还有他的。其实是变得是非常的重要。是的，
果然经验三朝元老就是不一样哈。但其实两位资深的教练确实在运动员的心理的素质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其实，在落后4分的情况之下，确实是我看他们有点紧，但他们没什么感觉。对，因为他们在这个冰石湖这项运动投入的时间看过的场面，对。因为以经验值来讲，今年所有参赛的选手，不可能有人的这个国际赛经验比Brennan教练还要更深厚了哈，所以连国际赛的大场面都看过了，这选拔赛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把自己的表现发挥出来，然后带他们这些后辈一起打球的感觉。好，过线，形成了一颗有效的 guard。好，老师把鞋套脱下来。中间我们如果想这些冰石湖相关的器具跟耗材，在我们双北地区大概都在哪一些地方可以购买到？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有时候是委托这些资深的教练协助代购，对，因为可能在台湾可能连进口厂商都不一定会有，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请教练们协助从加拿大或美国购买，对，然后再寄回来，是，对。所以也代表国内要持续推广这项运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对，然后周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举办完这2天的国楼选拔赛之后，协会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初阶班的体验课程嘛，对。所以观众朋友也可以在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在官方网站获取到相关的资讯，了解一下在什么时候举办，然后场地跟相关的时间。这会有费用吗？会有一些的基本费用，是，但不多。对，绝对很值得体验。对，因为这是也是需要办一些保险跟其他的。当然，对。好，这球碰撞进来蛮漂亮的。2天的赛程其实不管是选手、教练也好，还有整个协会主办单位、工作伙伴们，其实都蛮辛苦的要在冰上一整天这样子，完后面也有这个相关的媒体朋友在为选手留下比赛瞬间的英姿。这球有进来，志伟说他自己来丢好像也不需要
明杰帮他做这个位置的辅助，他可能在力道的控制上面会降低一点吧。他很有自信哦。我们来看他待会丢出的这一壶，心里是什么想法？看一下。哦，刚才姿势稍微有一点点跑掉。对。所以姿势不足，刷冰来补哈。送出去的时候，哇，用力啊，进来了。果然哈，还是。他有点小累，紧张哈，我觉得也是一种紧张。对，因为刚才的瞬间领先哈，现在又被追平，就追平。对，所以我觉得选手在有压力，会有一些压力的。而且这一局目前双方都还有2壶的操作空间，然后目前大本营里面的。局势吼也没有那么的明朗，好，台山，我现在看这样的局势，我是有一个想法，但我看看 Brandon 教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们看一下他送出的球的路径。好，透过这颗蓝色的撞击，把自己的防守球给带进去吗？哇，没有办法，把门塞住了，哇，那现在后方这颗蓝绿在圈内的球就受到了非常严密的保护哦。团队暂停，团队暂停。好，现在因为这个局势确实比较诡谲一点，又是关键的第7局，所以换他又变Brandon 变他的教练哈，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场面哈。还有暂停，对，但是你的对手同时又是你的教练，对。但我相信 Brandon 教练是非常无私的，对，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些旅外选手。是，虽然在场上现在是这个对手，但是其实这2天几乎所有本土选手当时的这个冰石湖的启蒙都是我们 Brandon、Amanda 还有我们的挺力教练，真的。对。所以你有发现那个 Brandon 教练他是站在那个外面赛道的外面，所以此时此刻他是教练，他不是你的敌人。是。这应该在其他的赛事上面比较少见，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就有点找鬼抓药单的感觉。但我相信 Brandon 教练是非常无私的，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然后他也希望看到有更多的这些后辈程度能够提升上来，那这绝对是作为一个这个大前辈最欣慰的事情。对。不过刚刚以空拍的角度，应该是绿色的湖有一颗是比较接近，是看这个角度也是对。现在的优势湖是那一颗绿色的，对。好。老师给了他建议之后，哇，好，再回了比赛，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场面呢。对。好，来看一下圈力组合，至为关键的一直。过不了，哇，过不了哎！哇，是紧张影响发挥吗？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紧张而且停的位置差蛮多的耶。但我觉得也无可否认，因为其实志伟比赛到现在，我相信他的体力消耗已经真的很大，真的是很大了，
他等于下午已经连比3场。是。哇，那这样对于圈里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浪费了一球。哇 ，Burden 教练要一个大外角哎。阿梅娜能够回应他的期待吗？现在球是持续的往右带哈。哦，但是弧度切的太大了，也是哈，直接出去。是哇，那现在双方都完成了2颗无效弧哎，哇！要把悬念做到最后的 hammer 上面，全力拥有 hammer， 他们现在是领先的。会不会是就我看一下怎么操作？有可能就求稳了。对。求稳了，就直接把这颗对，把这颗给自杀掉了。确实这个局面比较，我觉得那2颗无效球或许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确实就怕有个风吹草动造成一个巨大的变局，所以这一局是由圈力组合以1分先拿。对啊，当然1分要作为这个获胜保证是不够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现在至少又取得了进入了些微的进展。对，关键的第8局，决胜第8局。对，哇，那我相信一定很紧张。好，台山队，所以对他们来讲，保底1分其实是先增加最低的安全门槛。对。7分哦，那台山当然也是有机会完成这个逆转，包含昨天我们也有看到一个逆转的局势哈，就是台山的男团哇，也是最后一局直接追了3分回来，然后以总分赢你1分这样子哇，也是有够精彩。是那我们这也是跟庄老师请教，如果待会在第8局。2边如果形成了同分，对，我们会来怎么进行？会加赛，会加局，再加1局。对。那如果加局也平手呢？应该会再加1局，就一直加。对，加到分出胜负为主。对。那就大家就多看哈，我们就加量不加价。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话哈。当然代表今年的混双组，整个能够从5队里面晋级到最后决赛的2队确实在整体的实力发挥上，有拿出一场决赛该有的势均力敌。好，这一壶有进来。阿曼达教练想打一个直的，先把那个圈里的中间那一颗 guard 破坏掉。不过在尾端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刹不住。对，刹不住。我真的蛮佩服明杰的哈，这个场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又跑又穿短袖，哇，身体素质真的是相当的好哈。哇，好。好，可惜哈，这一壶没有留在里面，所以障碍壶由自己来打破。
这样也不错，这样对于台山队来说，在弧数上就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因为前一个直弧的时候，台山队的女子选手周怡萱也尝试要走一个 straight， 对绿色的防守弧做尝试哦，但最后是投出了界外。但无论如何，现在这一条中线被打开了。那对于台山队的蓝湖方来说呢，当然就是不客气哈，我们继续来放得分球。哇哦，相当漂亮，得分兼防守，哇，这种 set up 就是非常的高水准。本人教练还是一个称职的布局投手，对。好，那现在对于志伟来说哈，他当然就是想来抓双杀了，看送出一个用力一点的，好啊，这球哇哦，看一下，一颗，一颗，好，先清除掉一颗。好，看一下会不会刚才如法炮制哈，再放一颗，哇，这球也是非常轻柔的在往前移动，速度角度，哇哦，又是一颗 nice ball， 哇，刷得到吗？刷得到，哎呀，出去了，换了一颗，replace 掉一颗，这也没办法哈，自己都觉得稍微可惜一点。好，那志伟策略就比较简单哦，就是继续的追击。缓一下哈，我觉得会紧张，真的会紧张，我看了都有点紧张，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差不多要拼胜负的时候了，双方的弧数已经不太多了。哇，偏差有点大，偏差有点大。好，出去了，看，所以现在对于选手来说，其实这一局的局势非常的显而易见哈，你看也没有什么障碍，但是紧张的关系、体力的消耗、各种因素的叠加哈，都会让简单的事情变得难度更高、更复杂。那就是看台山怎么来做设定了。保险1分，那就是大家来打加赛。对，当然加赛会有一些变数，但是否会有一次扳回2分逆转的机会，那也要看这个局势随时的变化哈。这一球慢慢的刷，有办法进去，再来一点，哇，停在了门口。好哇，这个压力就大了。志伟要求明天一定要抓到这一个 double， 哇！当然能抓到 double 是最理想的状况，但是那2颗的距离很远的。但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哈，把所有的信念都集中在这一发上面，在这一球上面。哇，好紧张哦！因为我觉得这个 setting 其实对于台山队是非常有机会，对，他们会有 hammer，
然后前面的那个 guard 已经在大本营外了，对，很好的一个 touch 就可以送进去，所以我觉得明杰这一颗压力真的大，来我们屏息以待。好，加油哈！每一个选手都希望把自己推出去，歪了。看一下碰撞有没有奇迹发生，碰撞之后往里面给，但是没有碰到，没有碰到，但是让大家都心都揪起来了，换他们暂停，团队暂停，哇，开始要研究这一个，哇，没事，但我觉得志伟也是很 nice 啊，马上上来，对，其实这真的是相信队友，跟给彼此给力量。对，好，台3的机会来，我们大家也帮他缠熊几嘞，1分就是追平保底，然后打延长。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拼了啦，因为对方已经没胡了嘛，那你保底1分，你干嘛不直接把这场比赛 close 掉？这一颗已经稳了，外面的那一颗12点钟，上面的那一颗防御弧，一个轻 touch 进来，但轻 touch 要做得很精准，是对，所以他到底是会走轻 touch 还是直接送进去旁边去想办法再 curve 进去，而且要看今天的场地跟今天的场地，然后包含我相信体力教练应该也有在记录双方选手今天哪一个线路的成功率，然后给予选手，然后你今天这个成功率比较高，那你就执行这个方式吧。哇哦，这个真的有点哇，有点悬念哈！今年的这个决赛，哇，看的真的是要到最后一颗，这一颗你才能分出胜负。你如果是 kiss 球的时候，其实这个力道要非常的精准，但是又很怕说你把后面那个一起带走了是吗？啊，确实所以领先的有领先的烦恼哈。比数就是一定要有这么戏剧性，是对。好，阿曼达放手出，剩下的就交给 God of Curling 冰石湖之神来决定了。看起来是不够力耶，还有机会刷进去吗？还在往前走，进入了，停下来吗？停下来了，哇！恭喜台山队真的是逆转，靠了最后的这一时，对，就是这样1分。哇，第8局关键2分进账之后啊，最后在总比数反超了对手陈李组合。哇，这一场师徒大战，我必须说很精彩。而且你看最后的秒数其实都已经跑到最后，你看蓝队都已经不到32秒，所以这场比赛是时间上，然后弧形上、比数上各种的这个张力叠满。对，最后我们恭喜台山队以8-7险胜了圈里组合。当然，我们掌声也要给到圈里组合，对，可以跟他们这个老师大前辈们咬到这个程度，对，是。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混合双人组。好，我们这个连续2天的比赛，我们再次恭喜代表女子团体的冰上小女子，代表男子团体的台山队，以及刚才胜出的混合的台山队。是，所以今年也是台山队包办2个项目的，表示哇，真的是很精彩。好，那最后是不是请我们的庄老师帮我们讲一下，就是作为这个协会成员你看今年这样大家报名踊跃的程度，然后还有我们这2天下来在现场的讲评，为我们这一届的这个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做一下你个人的一些感想。其实应该还是要首先感谢一下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是还有体育署这边合办的一个就是在国内第一次在国内选拔赛。那也感谢海外的选手愿意回来一起带领着国内的选手，大家互相去交流。我想这些都是台湾过去没有的一个经验。没错，对。那也其实这次真的很恭喜新竹的小女子冰上获得女子的代表队，然后台山拿到了
男子队跟混双的一个代表，对对对对。尤其是我相信哦，这些海外选手这一次透过这样不断的交流，然后大家以球会友，其实本土选手现在慢慢的程度哦，就透过刚才那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对，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的5-5开，直到最后一颗才能分出胜负，哈，真的是看得大家很精彩。那也像张老师讲的，如果您透过这2天的转播，对于冰石湖 curling 这项运动呢产生兴趣的话，其实在国手选拔赛之后，我们的协会也会来着手举办这个初级的体验相关的课程哦。那也欢迎大家在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的脸书粉专还有官网来透过相关的讯息，那更深入的去了解并喜爱上这项运动。那也感谢您这2天的加入，我们的转播也即将进入到尾声。再次感谢我们的庄老师哦，这2天的讲评。谢谢。那我是董敬桥，以及代表整个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感谢您这2天的陪伴，也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3夜晚。我们下次见，拜拜。